我女儿终于开窍了，所以说嘛，这人啊都是很现实的，只要你给她好处，她就离不开你。之前我还发愁呢，于直又把高洁弄到定制组去了。现在好了，于直自顾不暇，高洁啊再也没有机会盯着于直了。慧慧，爸爸说过很多次，小杰不是这种人，而且于直这么伤害他，这种人，你觉得靠得住吗？一提到高洁我就没胃口。慧慧，你可别这么说，人家现在是你爸爸的心头肉，你这么说，你爸爸会不高兴的。你去哪儿？我怕我不走，我们又要吵架。慧慧，当年爸爸就是因为……我是说，如果于直是因为利益跟你在一起，那你一定不会幸福。我听你这话的意思，好像是你后悔跟我结婚了，后悔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家。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价值观越差越远。你教慧慧的那些，我完全不能认同。我说这些，不过是为了挽救这个家。我不希望慧慧……够了！你口口声声说挽救这个家，可是你背着我，几乎天天往潘岳母女那儿跑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妈，我就是对他们太仁慈了，才给你们创造了一次一次的机会。我跟你无话可说。爸，让他走。他的心早都飞到他们母女那儿去了。他们一直在，我们这个家就永远都不可能好的。大家精神面貌不错，好好干，凡思不会亏待大家的。谢谢王总。请。收购瑞华的手续很快就可以完成，1周之内就可以完成跟总公司的交接，管理层会进行重组，原高层员工都会被解雇，替代的人选我已经物色好了，就等您有时间的时候过目一下，再做最后的敲定。还有，瑞华园旗下的这些店铺都会在1个月之内进行招牌的改装。恭喜您了，居总。凡思在您的带领下，又进一步的扩大了大中华地区的图牌。我也要恭喜穆总完成多年的夙愿，顺利成为凡思瑞华的掌门人。谢谢。请。高慧是镶嵌组之前的首席设计师，但是最近因为工作上出现一些疏漏，我正打算把她换掉，找一些更优秀的人士。不行，高慧这个人，你务必把她给我留下来。可是这次慧星产品的质量出现这么大的问题，业界人尽皆知。如果把她留下来的话，我想到时候大家会……我不管他们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但是慈联这个品牌在国际上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，集团对于这个品牌很重视，而高慧呢又是吴小慈的女儿，你替我留住高慧，就等于留住了慈联这个品牌。我们今天要的是这个品牌而已。好，我知道。穆总，你不要忘了，你答应我入驻瑞华的条件。这3个月的对赌条约，我是要实实在在的看到成绩的。剧总。现在瑞华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我们能不能再把这个事情谈一下？瑞华这段时间也算是风雨飘摇，
一时间能回到正轨实属不易。按您的要求，如果业绩要在3个月内比去年同比上涨10%，这恐怕……你是想反悔吗？当然不是，只是跟您谈好的时候，您对瑞华还不是很了解，所以我空口无凭，也不好跟您解释。现在您对瑞华的业务大多也都了解到了，业务最大的板块是塑金组，金市在市场上的空间并不大。要吞下这10%的业绩，这恐怕真的很难做到。我看这个镶嵌组就很有希望。我来之前看过他们的销售报表，增长速度非常快。以你的能力，钻石板块可以拉动整个公司的业绩。可是我这边还有……穆总，我帮你坐上董事长的位置，不是给你提供讨价还价的资本的。当然。都几点了？师傅们怎么还没上班呢？高姐，你来干什么？我特意过来表达一下对你的崇拜之情。高姐，你手段玩的是真狠，我甘拜下风。有话就直说，成天冷嘲热讽，你不累吗？你为了挑唆我爸费了不少力气吧？这是他的事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以为抢走了爸爸就能伤害到我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爸爸回到了你身边，我也不在乎。是吗？如果你真的不在乎，有必要在这里咄咄逼人吗？现在你和你表姨里应外合，你先暴露，让于直放松警惕，接着穆子云卷土重来，联合外人一起吞并了瑞华。这样一来，瑞华的总设计师之位不就是你高洁的了吗？现在瑞华已经是你和你表姨的天下了，你还想怎么演啊？我告诉你，高洁，事业和爸爸你通通都可以拿走，但是于直，你想都别想。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！都怪儿子不孝顺，娶了条毒蛇回来。哎，高洁，董事长怎么样了？你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我只是来看看董事长，没有别的意思。董事长不需要你关心。董事长现在这个样子，全都是你的表姨造成的，请你现在立刻给我离开这里。你们，哥，这是医院。我知道这是医院，你现在还护着他？你别忘了穆子云是他的亲表姨，是他的表姨夺走了瑞华，奶奶现在还没有醒过来，也全都是拜他表姨所赐，你还护着他？走，走啊！别激动。李雪的家属。哪位是李雪的家属？我。病人醒了。妈，哎，别去啊！郑师傅，我是真的很担心董事长的安危。行，高洁，我知道你担心董事长的安危，而且不放心于直。可是你想想啊。这穆子云她是你的表姨，你是她的外甥女儿，啊，你再说你前一段这事情还没解释清楚呢，现在又做出这么大的事情来，不管怎么说呀，你都摆脱不了这层关系啊。
妈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没用，我混蛋，是我害了公司，是我害了您。雪白吧，你就是把地拜跪穿了，又能怎么样？公司怎么样？奶奶，对不起。哎，叶总监。穆总啊，这是我的辞职信，希望您能批准我离职。请坐。现在公司的确是有些动荡，你想早点脱身，我觉得大可不必，因为高层的替换名单里你不在之列。不但如此，我还想提拔你做镶嵌组的总设计师，以后镶嵌组的一切设计都由你一个人说了算。谢谢穆总厚爱，只是公司现在没有了于总，我也没有必要留在镶嵌组了。没想到于毅这小子还这么会管理下属，你对他这么忠心，我看于毅也不会领你情的。这些都不重要。我离开也不是为了以后能继续跟着于总，只是忠于自己的本心罢了。希望穆总您能尽快批复，谢谢。穆总，我出去办点事儿，有事儿电话联系我啊。好的，穆总。小杰，瑞华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？现在，瑞华已经被我完全的掌控在手里了，而我现在最需要你的帮忙，帮我一起重振旗鼓。首席设计师的位置非你莫属。怎么样？明天就来上班吧。表姨，当初你想问我要那2%的股权，是不是就是为了今天的结果？小姐，表姨把你从小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的。你也不用为这个事情跟我这么置气吧。就算你想得到瑞华，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实力，为什么选择欺骗和背叛呢？甚至连董事长进了医院你都无动于衷。表姨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私自利、铁石心肠啊？我今天找你来这儿，不是想讨论谁是谁非。小杰，人要往前看，首席设计师的位置，你愿不愿意做？有你的才干，我们两个一定能闯出一番事业。至于那个吴小慈还有高慧，当初他们两个是怎么对待你们母女俩的？以后我要他们加倍偿还。你做出这样的事，我再次回到瑞华，人家会怎么看我？我又该怎么自处？
我是不会回去的。当设计师是你的梦想，你对我有误会可以，但是你不能拿你的梦想来做赌注吧？我很冷静，我也想得很清楚。这次我帮不了你，对不起。子源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比赛之前我真的不知道。等我知道的时候，已经于事无补了。如果小杰肯来帮我，那我正好公开这段录音，让吴小慈身败名裂。可眼下小杰拒绝了我就只能利用高慧来完成跟居思颖的对赌。这段录音我就暂且保留着吧。还有多少话语没有道理可明？忘了从何时起控制不了自己，过往的天地只剩下依稀，就好像这眼泪都流得太无力。难道没有余地，原因都已多余？还是我们忘了相遇多不容易？心渐渐远了，累了也模糊了，才是谁想要的结局？原来我还爱你，才是我的真心。害怕面对曾经那些太过美好，只好躲避下去。原来我还爱你，无论是谁执子，我都不想再入局。默默祈祷你识破这面具。进来。穆总早。早。这个是高慧小姐早上发来的辞职信。你去问一下，她现在人在哪儿？是。
我的辞职信你应该收到了吧？我劝你啊，有些路还是不要一意孤行的走，万一走错路了，可是没有后悔药了。你威胁我？我这有一段录音，如果你听完了之后你还想走，我也不会阻拦你的。所以，你觉得小杰怎么可能原谅你这个抄袭犯罪的同伙？你觉得他还会想再见到你吗？这件事我确实有错，我当初应该阻止吴小慈的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一定是你逼我爸的，我才不会上当呢。相不相信是你的事，但是你好好想想，如果我把这段录音放到网上去，会是什么样的结果？名誉扫地的不仅仅是吴小慈，还有你的前途，是不是都一文不值？我希望我明天到公司的时候，可以看到你在你该待着的地方，设计你该设计的东西。如果走错路的话，就没处申冤了。爸怎么会这么说？慧慧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当你妈妈的获奖作品，是不是抄的别人的设计？你听谁说的？你别管听谁说的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既然都瞒了这么久了，就让它烂在肚子里啊！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还要翻出来？说到底，这是你妈妈她做错了事。你说的话都被穆子云录下来了。这么大一个把柄落在他手上，你想过我会怎么样吗？我的未来都被你和你那个大女儿毁了。子云，你在这干什么？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有什么话赶紧说，我可没时间在这听你长篇大论的。我知道，我没有资格要求你做任何事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对慧慧高抬贵手。她毕竟还年轻，不管你怎么恨我，那都是过去的事，跟慧慧没有关系。如果你针对她的话，她的前程就毁了。如果你答应我，你让我做任何事都可以。高慧跟这事儿没有关系。哎，那她跟吴小慈有没有关系啊？母债女偿，天经地义的，你也不用在这给我装可怜，替吴小慈母女打抱不平。撇开吴小慈的事情不说，那高慧呢？这段时间对小杰这么恶毒，我怎么没见你出来替小杰打抱不平？你这一碗水都端不平，你凭什么让我放过他们？一报还一报，坏事做多了，自然会遭报应的。我表姐跟小杰心软，我穆子云可不是这样的。惩罚你们这样的恶人，他们不做，我来做。再说了，高慧她在我手底下，她就应该做好她的本职工作，帮我把业绩做上去。我是领导，我指挥我的下属，让他听命令，难道这也不对吗？子云，你就不能……我的话说完了。
穆总，我连上个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吗？你最好不要试探我，我怕你一不小心就弄巧成拙了。好好工作吧。高设计师，这是整理出来瑞华现有的所有设计版权目录，反思总部那边要求今天晚上下班之前要交给他们过目。我知道了，我先看一下，你去忙吧。好。穆子云，你敢来折腾我，就别怪我对高洁不客气。我们终于成功了！来，太不容易了！耶！辛苦辛苦！你们都想一想哈，咱们这个作品要是拿到外国的展会上，这一亮相，那老外的眼睛，那个眼珠子是不是就蹦出来了啊？这是俩眼睛亮瞎了！请问哪位是这里的负责人？我是凡思总公司的代理律师，现代表公司通知你们，胸针时光之轮禁止参加此次的纽约珠宝展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将其送展，否则公司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。什么？这是谁的设计？爪偷安在这儿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告诉我，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？高慧，我问你，你凭什么不让胸针送展？定制组的老师傅们为了这个胸针花了这么多心血，你现在说不送就不送，那这段时间他们的付出都白费了。他们爱付出是他们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高洁，麻烦你搞清楚状况，这里已经不是曾经的瑞华了，于直也不可能再帮你了。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手段可以耍。哦，对了，穆总可是你的表姨呀，还是你想去你表姨那儿告状，求你的好表姨对你网开一面呢？我就真来帮了。高慧，禁止定制组的胸针参赛，谁给你的这个权利啊？你还把不把公司的高层放在眼里？穆总，请注意您的措辞，不要乱给人扣帽子。我这么做当然有我的理由。是吗？那好，我倒想听听是什么理由不允许这个作品参赛。我是为公司的利益着想。穆总久居职场，自然懂得如何保护公司的资源。这个设计稿的设计师既不属于凡思，也不属于凡思瑞华，凭什么拿公司的资源去捧外面的设计师？您说是吧？高慧小姐，你应该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。我才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，胸针能不能参赛是由我来决定的。不过你倒挺有自知之明的啊，明知道自己的设计比不上外边的设计师，所以你就故意阻拦优秀产品，是吧？另外，你别忘了，
之前出现质量问题被退货的产品，也是出自你之手。我希望你把心思都放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面，潜心提高自己的设计水平，不要把你的精力都放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。如果下一季的新品我看不到让我亮眼的作品的话，那高慧小姐，你在珠宝设计界的路应该也走到尽头了吧？新一季的产品尽早落实，好好落实。表姨，谢谢你。你跟我还这么见外呀？高慧这样的人，还怕我收拾不了她？你这样当众维护我，不太好吧？大家当面不敢，但背地里会说你徇私，恐怕会让你的声誉受影响。我不想你为了我难做。没事，你放心吧，在我心里你是最重要的。高慧现在就是我手里的一颗棋子，我把她留在我手里，我让她难堪，还让她走不了。你等着吧，我会帮你们母女讨一个公道。表姨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曾经，我也把讨伐吴小慈当作是人生最大的目标，甚至不惜利用自己的设计。结果呢，恨来恨去，连宝贵的设计能力都没有了。这一次，在帮雷总做胸针的过程中，我慢慢发现，单纯的把心思都放在设计上，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。而且，妈妈经过治疗，已经在慢慢恢复了。现在我只想和她一起好好生活下去，放下心里的仇恨，重拾初心，专心做回我爱的设计。所以，我希望表姨不要再为了我刻意去打压高慧了。本来我还想劝劝你，凡思瑞华首席设计师的位子还有办公室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这么看来，你是铁了心了。如果你真的是想帮我，就答应我一件事。现在，你已经是凡思瑞华的董事长了，请适可而止，不要再做那些伤害林董事长和于直的事了。毕竟，大家曾经也是一家人。我最近一直在帮你调查高洁，看高洁和穆子云的样子，也不像是事先商量好的，恐怕我们都误会他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按理说，高洁费尽心思接近你，帮穆子云骗走瑞华的股权后，他们俩应该狼狈为奸的各种庆贺才对啊。可是听陈敏贞说，自从那晚之后，高洁拒绝了穆子云的各种安排，带着他的妈妈住到了一个很普通的房子里。高洁也许不是我们想的那种人。
高洁，我是不是真的错怪你了？时光之轮在纽约的展出非常成功，恭喜你们啊，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作品。好，谢谢雷总的肯定。我还约了几位珠宝界的大师，就不跟你们多聊了，谢谢。那祝您一切顺利。好，再见。没想到我们真的成功了。是啊，虽然过程波折，但是没想到结果这么好，庆祝一下。你早就知道我们会那么顺利，还准备了酒，就是为了庆祝。干杯！高洁，很早之前我就已经喜欢你了。只是当时我知道你因为家庭的原因，不愿意触碰感情，所以我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。后来，你遇到了于芷，而且跟他走到了一起。说实话，我很难过，但同时我也为你高兴。因为我以为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，只是我没有想到于芷把你伤得这么深。我很心痛，我想要给你一个家，给你美好的下半辈子。藏在心底的最深。思成，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，你值得拥有一个最好的爱人。只不过，那个人不应该是我，应该是一个比我更优秀的女孩。而且，我现在没有心情去考虑感情上的事。对不起啊，高洁，给我一个机会，也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。你需要开始新的生活，你的生活应该是开心的、快乐的，而不是痛苦。再次我离分多伤人。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，当永恒不再属于我们，我只能苦笑应承。高洁，不去承认，多爱你只能自己忍。我想跟你谈一谈。当爱人变成爱过。注定原来不是我们，为何相爱过的人非要爱成陌生人，才能证明曾经爱多深？你今天来找我，到底想要说什么？我想问你，你到底有没有帮穆子云去陷害瑞华？